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前几天我华为 Mate 60 Pro 的体验视频不是说了我会测试它的拍照和影像系统的表现吗？这不就来了。而且这次 Mate 60刚刚更新了116的系统版本，小米也刚好更新了19.0系统，都表示在相机拍摄部分有所更新，这不是刚好让我给赶上了吗？这两台手机的售价都差不多，于是咱们的这些摄影对比分享就在这儿开始。我会涉及到的对比项目是白天和夜晚，当然各个场景我也都会尽量的都兼顾到。华为 Mate 60 Pro 的拍摄有 AI 介入，所以小米13 Ultra 的徕卡模式我调整到生动。之前我去外面拍摄的也有一些专门的照片的对比，这次我也把之前的一些照片给放进来，这些我都会在画面里面标注。本期视频分为照片大块和视频大块，我们现在开始照片部分的对比。我们先看一波113固件的 Mate 60 Pro 和小米13 Ultra 的拍照对比。在色彩的表现上 ，Mate 60 Pro 的颜色会稍微的低饱和一点，尤其是远处的海岛。而且高光的紫边会比较严重。放大来对比一下它们的细节表现。本次拍摄使用的都是默认的拍照设置，因为如果涉及到专业模式之类的东西，其实手机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，所以我们只对比默认的。而这次鸿蒙和MIUI 都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，鸿蒙是116， MIUI 是19.0。我们现在再来对比一下它们的摄影方面，它们之间的差别。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油罐公园，这张照片其实超广角的差距不大，我们放大之后发现，好像是华为的更好一点点。然后后面的这个色调的话，我会更喜欢小米的一些，就是在超广角上面，它们俩的差别其实并不大。我们现在来接着看主摄的表现。在以下的这些照片中，我们主要看色温、色调的一个区别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4张照片，看看自己喜欢华为的还是喜欢小米的。然后就是关于灯光的控制，这两者之间它是有一些差别的你可以看一下你喜欢哪一种。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地方来对比主摄的细节。我们现在看这些照片，其实除了色调的差别之外，我们其实已经比较难去观察到它们这个有明显的质量上的差异。这一点华为是挺不错的，只要后面在色调上面再发力，我感觉它拍摄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 nice 的。特别是这个夕阳的场景，大家可以看到华为的 Mate 60 Pro 其实是更接近于咱们真实场景里面的这个夕阳的一个氛围，而小米13 Ultra 它是把这个天空给调蓝了，这一点我感觉华为这边是更加贴近于现实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对比的是华为 Mate 60的 3.5 倍长焦和小米13 Ultra 的 3.8 倍长焦，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。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把原图放在视频简介的下方，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去原图下载观看。因为华为 Mate 60 Pro 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，所以这里就简单放一个图片，大家就简单看一眼吧。在看他们的夜景能力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人像表现。超广角模式下，两个其实拍摄的都挺不错的。我们现在放大来看一下。在50毫米的焦段下，我个人认为咱们第一观感应该是觉得小米的观感会好一些。大家可以注意看嘴唇这一块的这个感觉，还有人脸肤色的一个感觉啊。然后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别，看看抠像，它们之间谁会抠得更好一点。但是到了长焦镜头，我个人是明显觉得华为 Mate 60 Pro 它这个效果观感会比小米的这个什么大师镜头好的不要太多了。我是很难理解它这个大师镜头放在人像这边的一个这个想法啊，这个我已经吐槽过很多次了，大家应该知道。但是华为 Mate 60它有如此的效果，
它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就是它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。大家看啊，拍摄一张，然后大家看，好，再处理，好，处理好了。然后大家看小米的处理速度，好了。接下来是夜景的拍摄，大家可以猜一猜谁在夜景的表现会更好一点。我们现在来看成片，这张照片无疑是华为的这个效果会更好，小米13 Ultra 的它这个是就接近于我们肉眼看到的一个颜色，稍微提亮了一点点吧。不过在长焦的表现上，小米13 Ultra 我感觉明显这个氛围感和质感会更好一点，而且它对于灯光的这种压制，我个人认为也会更有氛围感一些。在微距方面，因为小米13 Ultra 它没有微距镜头，所以在这一块几乎就是华为的天下了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微距的效果，还是我上次拍摄的那2张图片，大家看一下拍摄的过程。像这种微距拍摄最难搞定的其实是对焦，只要你把焦对好了，这个大片感就来了啊。所以说小米13 Ultra 它为什么不搞微距镜头呢？是怕一次给足了小米14 Ultra 卖不出去吗？接下来就是视频拍摄方面，在这之前，如果最近你刚好有购买手机，可以在拼多多百亿补贴看看。现在拼多多中秋佳节送好礼，数码家电、酒水零食超低价享有。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，点击广告图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直达活动会场。像很火的红米12 Turbo 只需要1839，拼多多补贴了160元，性价比真的很出色。预算不足的很推荐入手。除了红米12 Turbo， 还有很多商品都比其他平台要便宜很多。最新的 iPhone 15也只要5598，比官网便宜了401块。iPhone 15全系列至高直降500元，首发就补贴也是没谁了。想要登岛的可以冲了。2023新款 AirPods Pro 也直接补贴了200块，最低只要1654就可以到手。新款是 Type-C 接口哦。而且百亿补贴的商品都有品质险和假一赔10保障，有想要换设备的真的可以去百亿补贴看看，比价只需要1分钟，但是同样的商品能再省好几百。视频方面还是我们的老帮手，我们把2台手机都放置在固定的支架上面，然后开始我们的稳定性测试。这是它的1倍主摄拍摄4K 60帧的一个画面，大家感受一下，我就正常的走啊。我正常的走，看一下它这个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。这个是小米13 Ultra， 这个是华为 Mate 60 Pro。现在我们从亮的环境走到暗的环境，然后我们再从暗的环境走到亮的环境，来看一下它们的这个自动亮度的一个调教，看看表现怎么样。在这2个里面，你会更喜欢小米的，还是更喜欢华为的呢？而在稳定性方面，你们觉得他们俩谁好一点呢？弹幕告诉我答案呗。现在我主摄运动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效果啊。我现在是跑起来了，我围绕着这个地方进行转圈。好，现在我拍摄我的这个小伙伴，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？现在跑起来。好，你往前走，你往前走。现在我来拍摄一段超广角，咱们正常往前行进的一个视频片段，来看一下它超广角的一个防抖的程度到底怎么样。然后大家在后期也看一下画面的表现。好，这是我的程序员小伙伴。来介绍一下你的哔哩哔哩账号。不要吧。啊？呵呵。好，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
这是它们的长焦的一个表现。小米的是3.2倍长焦，然后华为 Mate 60 Pro 是4倍的长焦，它都是调用了它的长焦镜头来进行拍摄的。我们后期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对比。我现在是就正常走路的一个这个步频啊，也不算快，但也绝对不是那种特别稳的那种啊，两个都是连在一起的。你现在用手机拍一下我的状态嘞，就你往后走，我往前走，就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因为我现在用长焦在拍。好，你往后走。对，大概我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的具体表现，就正常人都应该能够有这种步伐，就简单的走嘛。现在是他们前摄的一个表现，我现在就是在使用前摄进行录制，然后同样的两边都是同步的一个状态啊，都是使用我刚才为大家演示的那个架子拍摄的。大家可以在电脑上面或者说手机上面来对比看一下这个画面。这里我单独提一句，华为的这个前摄它是有超广角模式和0.8倍还有1倍的，现在是0.8倍，我现在切换到1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正常的这个1倍，就和小米13 Ultra 的差不多。然后这个是超广角模式，广角，而且是在拍摄当中都可以进行稳定的这个切换。前摄华为的也是 4K 60帧，这点很棒。小米的是只有 1080P 60帧，超广角 0.8 1倍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，然后 4K 60帧。好，现在是后置主摄的一个拍摄对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画质还有颜色之间的一个差别，还有稳定性啊。我就正常的走，我也就不跑了。好，现在是小米是3.2倍，华为 Mate 60 Pro 是4倍，长焦的一个对比的测试，大家看一下效果，就是夜晚的一个拍摄的效果啊。现在是使用前摄拍摄这个视频的一个表现。华为的在夜晚极暗的情况下，它会四周它出现一个这个白边来进行一个补光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点啊。我现在如果把这个华为的这个前面给关了，大家来感受一下小米的这个变化啊，关了，然后我换成后置，是不是就突然间就暗下来了？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。我们看它多久可以开启，我们现在开，看它是自动，我这里开一下看看啊，它是一个叫做环形补光灯，这点是挺不错的。好，我现在往前走，大概前摄夜晚它拍摄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。实际测试小米的其实也可以开启，不过它不是一个自动的，它是需要自己手动开启。我来给大家开启来看一下效果啊。好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小米的开启环形补光灯它一个效果。它是在这儿开启了之后，它是这么一个效果，但是它就从 1080P 60帧变到了 1080P 30帧。而且在开始录制之后，你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形补光灯的。这一点我觉得华为就是做得更好一些。你看，同样是这个录像前摄，现在是开启的一个状态，那 4K 60帧没有变化，当然它也可以现在直接关闭或者直接选择自动。这是华为开启环形补光灯的一个效果。
华为的是 4K 60帧。这是小米开启环形补光灯的一个效果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超广角的一个拍摄效果，大家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。现在是超广角的一个夜晚拍摄效果，还是正常的走路啊。刚好对面来了几个人，我们看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提到过的变焦，现在是超广角，然后我直接点击主摄，它这样切换的啊，然后我们再点击适倍，它这样切换。我现在是直接点击，然后我现在来使用这个波轮，大家感觉一下，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我现在再往前拨1倍、3.5倍。大家觉得这次华为 Mate 60 Pro 的影像表现如何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。也不要忘记了拼多多搜索88400，数码家电降价幅度真的有惊喜。我是云飞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支持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